我终于找到比特币持续暴涨的理由了。但我们要继续关注它能延续多久。而且 SEC 啊，最近好像开始有一点点的放宽妥协咯。嗨，大家好，我是小韭菜那个，这是一个关于韭菜成长励志翻身的频道。对于励志又翻身哦，我呢会常跟大家分享一下新闻资讯、行情走势或是即时币圈消息。如果不想错过任何即时的风险提示，记得按赞、订阅、小铃铛，把这个9按下就对了。以下所有分享都是个人经验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哦。我们先来看这个消息哦，比特币的 Layer 2呢 STS 单日暴涨107%，以获取 SEC 的准许，可提供 Ordinal NFT 的扩容哦。再来看一下内文哦，第一个符合 SEC 监管标准的区块链项目 Stacks 啊，从2021年其实就上线了，然后一直致力于拓展比特币上面的应用程序。至于是哪些应用程序呢？然后这个团队本来就是一群比特币的建设者，本身在比特币上建构应用和协议方面具丰富的经验。2017年呢，区块容量的战争开打之后，就专注在比特币上扩展交易或新的应用。它属于比特币的 Layer 2，然后它跟闪电网络很大的不同就是闪电网络是一个用于支付的 P2P 网络，然后 Stack 呢更像是一个 L2， 可以增加智能合约。然后它发布了获得了 SEC 的许可，这是史无前例的。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它是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融资阶段就接受 SEC 的监管，所以它是从一开始就接受 SEC 的监管，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哦。它最近暴涨的原因呢，主要是它有一个升级会在今年发生。它简单来说就是增加一个去中心化的 BTC 锚定，叫 SBTC 嘛，然后就可以把 BTC 转入或转出他们的 Layer 2。然后呢，最后还会进行安全升级，还有速度的升级，会让它在原本的比特币网络上还要跑得更快。而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影响呢？对以太坊感觉是一个重大危机啊！之前有讲过嘛，比特币接下来可能会有兼容的 L2 跟闪电网络。然后 MicroStrategy 也在2023年说他要制作出 BTC 的 P2P 闪电网络哦。所以这两件都发生之后呢，以太坊的地位真的会大大的被威胁哦。然后它后面呢还是 SEC 嘛，所以它在这个时间点呢可以做这件事啊，我相信 SEC 应该也是知道的，所以他们就是认可他们做这件事情，也代表美国呢可能会开始陆续有一些动作咯。然后加密货币行业接下来到底会怎么走呢？我们持续看下去。目前感觉各国啊都已经在陆续的介入这个金融体系了。然后最近啊，应该是今天网络上流传一个图啊，就是香港的交易所已经上线了，对大家好像传得沸沸扬扬的。可是呢，我去查一下 HKD.com 啊，这家公司呢，其实从2021年就已经在筹备了，那时候已经有实体店面了。然后2022呢做了很多事，2023呢开始做他们的主网，也就是今年。所以这个公司存在呢，并不是第一天的事情，而是2年了。所以这个现在被传出来，是不是一个人为的利好呢？我们要值得去关注这件事情哦。以上这2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区块链产业目前好像有一点在蠢蠢欲动咯。再来啊，我说我找到暴涨的原因呢，是因为以下的这则新闻啊，他说到啊，就是欧英股市啊，最近不是走得很凶吗？英国股市一直在创新高哦，但大家都知道英国经济不好吧？对，英国经济其实很糟糕。然后再来呢，就是因为去年啊，俄乌战争的时候，本来预计啊，冬天的时候他们会缺天然气嘛，可是这次是一个暖冬，所以他们的需求没有真的变超大，所以他们的这个雷点就没有发生。可是呢，俄乌战争如果没有停止啊，这个天然气的问题依然都是欧洲的主要问题来源哦。插播一下，昨天呢，拜登偷偷前往基辅啦。今天呢是普丁的那个演讲日啊，不知道拜登到底这个老狐狸有什么样的盘算呢？俄乌战争是不是其实还会越演越烈呢？所以流动性哪里来的呢？专家估算哦，今年1月啊，日本呢就已经释放了1153亿美元的流动性，因为那时候为了控制那个债券的利率嘛，所以他们购买很多的债券。再来啊，中国人行啊1月也大肆放水啊，一个月增加了人民币贷款大概4.9万亿元，然后创月新高啊。然后地方债呢也提早发放了6500亿美元回去。然后呢，12月到1月啊，总共注入市场的流动性啊，大概高达4500亿美元的流动性，是过去2年注入的3.5倍。也就是这几个月啊，他们其实就已经向市场注入了大概1万亿美元的流动性。然后我们要接下来观察就是可否延续性嘛。那我们观察就是这2个国家，第一个就是日本，
日本刚上任的和田直男呢，比较偏向学术派，所以是以数据去说话，所以他暂时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大动作。所以这个宽松会不会持续下去呢？我们不知道，这个也要继续观察。然后再第二个就是中国目前的状态啊，应该是贫富差距很大啦。然后有钱人可能就一直在继续投资嘛，然后没有钱的呢，可能就只能以生活为主，能赚到钱够生活就好，应该也没有闲钱去做一个投资的动作。所以这边可不可以延续性呢，也真的有待观察。然后可是我们在延伸来讲到香港现在把加密货币这个产业完全炒起来。虽然很多的新闻都是消息面啊，因为毕竟香港有加密货币交易这个事情已经长达5年之久了，所以炒作成分还是居多。我就觉得还是要居高思维啦，越高的时候要越谨慎啦。可是往另外一个方向想哦，它目前的状态都只是这些流动性的溢出，一部分的溢出就可以把币价带到这个程度哦。如果当更多的流动性进驻之后，它是会拉得更高，然后拉得更高之后呢，等6月开始民众可以购买之后，我是不是大户开始抛售，然后给民众接盘，那这样子呢，他们就可以把这段时间印出来的流动性全部给收割回来。所以我个人有个想法是很特别啊，他可能会这样一路就给你拉到香港正式开放民众交易加密货币的日子。所以未来到底会变怎么样呢？真的猜不到，只有你想不到啊。说不定真的是一个今天爆拉啊，然后之后就去一个稳定的状态，让民众加入这个市场来投资哦。然后美国会怎么接手或是出手呢？这也是持续后面要关注的事件。然后目前它是没有新的动作了 ，SEC 就乖乖的了，没有任何新的消息、新的新闻出来，所以呢，我们就看着币价到底要怎么走啦。那回到盘面来说，它一直在强势的要进攻25000这个点哦。然后我一直觉得它如果上不去，正常是不是应该要回调？因为你拉不上去嘛，我一定要回去整理一下再往上。可它没有，它就有一只手一直往上撑，我会觉得这个真的很奇怪哦，这应该不是简单的力量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哦。然后配上最近的消息来看的话，我觉得拉到那个民众可以接盘那个时间点哦，可能是一个选项。然后会这样做的原因也是因为啊，你看嘛，我如果现在还不能合法购买嘛，基本上一般民众都不太会去买这个东西。可是我就会听到，它还在涨，它还在涨，它还在涨，然后我就会很期待，我到时候我可以买的时候，它继续涨，所以我那时候就会看开始了，我赶快去买，然后赶快去买之后呢，那些拉到最后的人呢，可能就可以出手了。所以那应该是 FOMO 情绪最高烈的时候了。然后目前的恐惧贪婪指数啊，大概在60左右啦。感觉还没有要到杀人的时候啦，可是那个假消息让我有一点点的在意，然后25、250呢又一直上不去，我就感觉有点奇怪，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关注啦。然后在这波上涨中呢，一定还是会有比较深度的回调，深度回调可能是10%到20%之间的一个回调。然后如果多都是没追到的话，我觉得暂时就不要追了，除非你是买现货慢慢买。然后如果你是想要追多的话呢，我觉得等回调再说吧。比特币现在状态呢？其实是蛮强势的因为他一直想要突破这个上面的压力位，可是在25、250的时候就一直被打下来，已经第2次了。然后可是呢，这次的下杀力道跟前一次大家有没有发现差很多？上次直接贯穿这个区间现在只杀到这里而已所以代表那个卖压已经减少很多咯。我觉得它很有机会再一次去突破，可是突破之后大家要小心这次突破之后，我觉得会有一个比较深度的回调嘛，所以它在上去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深的回调，那个深度的回调可能就比较偏向于周线级别的回调因为就是这样子下来上去，然后突破之后可能又会再回来，所以目前呢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去追高，然后现货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啦，它只要不要整个趋势反转就好。然后趋势反转的方向是什么呢？就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条上升通道嘛，其实我们一直用上升通道再来做这个点位，其实只要穿过这上升通道呢，它就变成一个烟头，就很明显了。所以只要穿破这个上升通道呢，它才有可能会方向逆转然后目前这个上升通道的位置啊，大概还在22000左右，所以目前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啦。而且时间越后面呢，这个通道越来越上面，到时候再来看它快接近之后，再来跟大家讲当下的点位在哪里。然后目前它都还在这个插针的这个范围内面上面，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好啦，今天的提醒跟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如果任何有后续的即时动作啊，我一定还会跟大家分享的。然后我们就下期见啦，拜拜。